ChatGPT 桌面端現在已經接管 Microsoft 的 Edge 瀏覽器了，但是官方的文檔裡寫着不支持。不是我找到了什麼隱藏彩蛋，而是文檔沒有跟上。無論如何，你現在就可以使用它了。今天這個視頻我會用3個實例來真正的演示一下它的功能。看完之後，你就會有自己的答案。我先来說清楚 Computer Use 是什麼。直译就是用電腦，它跟你平常使用ChatGPT 不一樣，它真的会动你的鼠標、你的鍵盤、你的窗口。你說一句話，它会切換瀏覽器，在浏覽器裡面，它自己滾、自己點、自己填。想要使用它呢，有5個条件，我們来逐一的看一下。第一，它只有 macOS 和桌面端，沒有網頁端。第二，想要使用它，必須是在 Work 模式或者是 Codex 模式。第三，你必須裝 Computer Use 插件，這在桌面端裡很好安裝。第四，如果你使用的是 Mac 電腦，它會有2個功能需要你開啟，一個是屏幕錄製，另一個是輔助功能，使用開啟之後才能使用。第5個呢，調用的時候常常有 at， 你可以 at Chrome、at Edge 瀏覽器、at 你打開的都可以。打開 ChatGPT 桌面端，记得更新到最新版本。找到設置，這裡有 Computer Use， 有更多的瀏覽器，下面就有一個 Microsoft 的 Edge 瀏覽器，你進行打開。打開之後，它會讓你安裝一個插件，我們一步一步的安装。這個時候你需要登錄賬號，這是我安裝成功的。演示1，讓它把登錄後面的頁面整理成可選擇的視頻素材。為什麼選這樣的頁面？因為想要這個例子成立，至少滿足3個條件中的2個。第一，登錄之後才能看到；第二，向下滾動才能看全部的內容；第三，內容分布在不同的地方。我選擇的是 YouTube 的登錄後台，這3個條件它都滿足。這裡是我使用的提示，你可以把它暫停，直接抄走。我把它複製下來，回到桌面端，粘貼到這裡。這個我需要調整一下，選擇 Microsoft 的 Edge 瀏覽器 Computer Use。這裡提示我們來詳細的看一下，以及告訴他我為什麼這麼寫。我在 Edge 裡打開的是我自己登錄的創作者後台，然後告訴他是自己的定位，然後讓他做的事情，第一件事情，先告訴我當前標籤頁的標題和網址，確認我們說的是同一個頁面，然後停下來，等我確認再繼續。這是 AI 碰瀏覽器第一道防線，是為了防止大家讀的不是同一個頁面。第二，一直向下滾動到列表底部，每次加載完再繼續，直到不再出現新條目為止。告訴我你一共滾了幾屏，最終拿到多少條記錄。第三呢，把每條記錄整理成一張表，列出標題、發布日期以及這一頁上看到的全部數值指標。第四步，凡是頁面上沒有的數據，單獨列一行，未顯示不要估算，不要用其他數字推算。第五，基於第3步的一個表，回答3個問題：哪幾條明顯高於其他條？它們的標題在寫法上有沒有共同點？有沒有哪條數據和你的預期是相反的？最後給我3個下期選題方向，每個方向必須指出它是從上面哪一條數據得出來的，全程只讀不改，不要點任何編輯、刪除、發布按鈕，不要訪問這個標籤頁以外的頁面。這一步是給 AI 一個邊界，讓它絕對不能幹什麼。我選擇的是 5.6 搜 iFraud 我選擇的是 High， 隨後點擊箭頭發給他。這裡它的標籤頁已經確定，它告訴我們是首頁，不是創作者後台，所以停下來。這裡已經是登錄後台，已經確定，我讓它繼續。這裡它就完成了，花了2分多鐘，滾動2屏，這是標題、發布日期、觀看次數、評論、點讚，未顯示的，它也告訴你了。最後得出的結論，3個選題方向也直接告訴我們。演示2，
讓它自己檢查隱私設置。我想看一下愛吉的瀏覽器會不會向外輸送數據。這裡是我使用的提示，我複製下來，打開桌面端，依然是愛吉瀏覽器。把這一頁所有的開關的當前狀態逐條讀給我。開關名稱，當前開關是開還是關？不要修改任何設置。我點擊箭頭發給他。這一條有可能是錯誤的，或者說它不讓你進行操作。我們來看一下，如果不行，我們就再換一個。這裡它就讀取完畢，有21個開，12個關，未修改任何設置，有跟蹤防護、隱私、安全性、站點權限等等這些，它就會直接的展示出來。演示3，把愛吉當成動態網頁的驗收台。這個場景是我天天在用的。我需要背景畫面，讓 AI 生成開始、暫停、重放的動態網頁 HTML， 一次性生成一批，然後下載。以前我把下載好的網頁一個一個的點開，看一下開始、暫停、重放是否真的做到。現在呢，我交給愛吉，讓他給我來看一下。我使用的是下面這個提示，你可以直接暫停抄走。粘貼到這裡需要調整一下。我們來詳細的看一下這個愛吉瀏覽器。我們看一下這個提示，我在愛吉裡打開了一個本地的文件，按照下面的步驟來完成。第一步，報告頁面標題和當前網頁，確認是這個文件。第二步，找到頁面上所有點擊的空間，列出它們的文字和位置。第三步，點擊開始，等3秒，描述你看到的畫面變化。第四步，在動畫陣型中點擊暫停，描述畫面是否真的停住了。第五步，再點一次開始，判斷它是從暫停處繼續還是從頭再來。第六步，點擊重放，判斷是否回到了初始狀態。打開開發工具。第八步，改到390像素，再跑一遍3到6步。最後給一個驗收表，8個步驟，各一行，3列。預期是否通過？我這是樣例 A， 我埋了一些坑，我看一下能不能給我答案。我一會兒使用相同的提示，我點擊箭頭發給他。全程花了10多分鐘，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幾步。這裡我是埋過坑的，所以它有的通過，有的通不過。我們看一下通不過的地方，暫停後面畫面凍結，再點開，從暫停處繼續是通不過，重放回到原始的靜止，無錯誤或警告，無溢出。這裡它就告訴我們通過的地方，不通過的地方。我們再使用演示 B 把這個關掉，使用相同的提示，這次是演示 B， 這次應該是可以完全通過的。我點擊箭頭發給他，這樣相當於做了一個對比。這裡看到它是一樣是筆的，它會繼續進行測試。這裡它花了將近10分鐘，測試完成，有7項通過，唯一一項有一個錯誤。打開目標本地文件通過，找出全部頁面空間通過，開始後動畫正常推送通過。暫停應該是真正暫停通過，再點開始從暫停處繼續通過，重放回到起點通過，這個有報錯。然後是390px 功能及布局正常，這是它錯誤的原文直接給我們。文檔裡寫的是它該幹什麼，面板裡寫的是它能做什麼。這2行字中間的那道縫隙，就是我天天在幹的事情。